去年好玩的游戏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，到了2022年就不一样了，游戏阵容堪称豪华，这次得用上脚来数了。交光2、老头环、GT7、地平线。即将发售的游戏，比如《斯普拉顿3》、《战神：诸神黄昏》、《星空》、《宝可梦珠子》，还有一堆 Only on PlayStation 的游戏登陆 PC。今年的显卡价格虽然开始降了，但是接下来肯定还会持续下跌。但一大批号称锁算力的3060卖2000多，你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矿渣，要不然就是和100万人抢同一张3060。最近的显卡你敢买吗？再往上情况更严重，想要配一台3070的台式机，少说也得8、9千；3070的游戏本至少要7000，而一台 GPU 性能约等于桌面端3070的 Xbox Series X 才4000左右。那所以这个时间点 ，Xbox 还是 PS5 还是买 Switch，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？先拿 Xbox 来说吧，目前的 Xbox 分为 XS 和 XSS。XSS 可以说是目前能买到的游戏机里性价比最高的，2000出头就能买到一台游戏性能约等于1660 钛的主机，装台1660钛的 PC 少说也要5000左右，体积小。重量轻，完全可以加上一个便携屏带走玩，适合长期在外漂泊的打工人或者是学生。如果你对你家的网络环境没有啥自信的话，那这个预算里面就得加上额外的加速器。既然说到性价比，那就必须要提到 XGP 啦。XSS 搭配3年才400多块钱的 XGPU， 几百款游戏随便玩，平均每个月才10几块钱，堪称性价比的极致。如果遇到折扣，价格还能更低。虽然 XGPU 也能在 PC 上面用，但是使用体验和 Xbox 上的顺滑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就是一坨。XS 呢，主打性能，支持4K， 理论性能甚至超过了 PS5， 适合追求极致的核心玩家。不过最近的 XS 也处于缺货的状态，原价3899和 PS5 一样，一看黄牛能卖到5000以上，真的离谱。北美的 Xbox 就更神奇了，新出了一个官方翻新机，需要捆绑手柄和游戏一起买，整套呢大约要3500，倒是比原价稍微便宜了一喵喵，只可惜与我无关。我每次用都想吐槽 Xbox 的界面逻辑，设置和商店居然可以在主界面把游戏顶下去。如果你 XSS 上账号没有设置常用的话，所有游戏都要联网才能玩。所以我就突发奇想，挨个试试看哪些能开，理由还不一样。这个打不开，这个也打不开，这个开了，骗你的。最近微软的大动作不少，打不过就变成我的。先后收购了 B 社和暴雪，索尼也不遑多让，反手偷家了光环，前开发商棒机。而此时的任天堂，随着战神神秘海域登陆 PC， 留给索尼的独占已经不多了。我数数啊，还没有发售的新游戏里，战神还不知道是不是独占 ，FF16 限时独占，只剩下一个 Forspoken。可能确实是被微软的 XGP 刺激了。索尼最近也宣布推出自家的订阅制会员服务，这属于是反向证明了对手商业策略的成功。其实呢，就是把原本的 PS Plus 和 PS Now 合在了一起，一共分为了4个档：基本、升级、尊贵和高级。逐级增加了400多个 PS4 和 PS5 的游戏，还有240多个前几世代的经典游戏，通过串流或者是下载的方式游玩。高级是部分用不了 PS Now 的地区专属的级别，比尊贵便宜，但玩不了 PS3 云游戏。经典游戏还能通过云游戏延续一下生命，也挺好的。可惜有一些没有关中。比较值得普通玩家购买的升级版515港币1年，比正常价格的 XGPU 便宜一点点。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，索尼不会像微软一样留一些莫名其妙的优惠漏洞，可能就耗不到3年300多块这种羊毛啊。希望抠抠索索至少能在新订阅里面上一些硬货，别整一些臭鱼烂虾来糊弄我们。索尼最大头贴，弄得百姓怨声载道。2个月前，时隔6年，终于有了 PSVR2 的消息，据说它会比 PS5 本体还要贵，告别了打扣棒一样的手柄设计，变得有那么一点像 Oculus。单线设计不需要再像重症病人一样插那么多线了，它竟然还支持眼动追踪，这不是利好主播玩恐怖游戏吗？其实在这个节点呢，我更推荐购买 PS4 Pro， 只是少了10几帧，但便宜了大几千块钱，而且也可以支持 4K。PS5 很强没错，但问题是买不到啊。国行光驱版原价3899，官方旗舰店逢节日放点货，10几万人抢几百台，捆绑点手柄啊、耳机、摄像头什么的都还好，竟然还能捆电视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抽奖渠道，能不能抢到就完全是玄学了。而且最近传言 PS5 Pro 会在2023年底到2024年初推出，没有预算的还可以等一个 PS5 Slim 等等党，永不为奴。关于 PS5 更多的细节，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详细评测呀。用一句话形容 Switch 的游戏阵容，独占和独步战一样多。幸好老人自己就是优秀的游戏生产者，因为机能的限制 ，Switch 没法带动需要高配置的游戏，但相对的，它可以被带上地铁，有空就能掏出来打2把，而且文字类游戏在 Switch 上玩更舒适。比如我非常喜欢的13机兵防卫券，最近又登陆 Switch 啦，玩起来比 PS4 方便很多。御三家里最称得上是老少皆宜的就是任天堂了，放在客厅全家都可以玩，也更适合平时很少玩游戏的新手。像马派这样子的社交桌游神器，完美解决无聊聚会。Switch 的游戏分数字版和实体版，实体卡带呢相对比较保值，还有创世小玩家2这种2手疯涨的理财产品，而数字版购买就比较麻烦了。前几天呢传出 Switch 港服被大面积ban号的消息，据说和购买了违规的第三方点卡有关系。就算是没有信用卡和 PayPal， 港服官网也是可以用支付宝充值点卡的。如果是有实体卡的游戏呢，还可以直接支付宝付款购买。所以说建议港服的大家呢，尽量不要在平台上面购买点卡。如果要是为了省钱把号给丢了，那真的是太不值了。唯一划算的就是认亏券啦，一张500人民币左右，在1年的有效期内可以任选2款任天堂发行的游戏兑换。不过购买前呢，一定要注意一下你想玩的游戏在不在这个兑换的范围内。悄悄告诉大家哦，换第一方的新游戏铁定认亏。如果想和小伙伴联机的话，就得先充会员，家庭组凭满员车，平均下来1年才30块钱。Switch 会员也不只是用来联机的，它还能在 Switch 上以高清分辨率玩 FC 经典游戏。目前一共有60多款，比如魔界村、星之卡比梦之泉、盖尔达传说，不仅可以线下玩双人，甚至能在线和朋友联机。唯一的不足就是没有中文。Switch 目前的价格比较稳定，买哪个版本都不亏。对新手来说，续航版比较划算，不太建议一上来就买 Lite 版。Joy-Con 虽然拉胯，但是使用体验确实是独一份的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对买哪台主机有没有答案啦？其实我的建议还是看你想玩什么游戏，再根据你想玩的游戏来选择购买什么主机。想玩日式 RPG 或者是其他暂时独占的游戏，选 PS； 喜欢车厢球和各种欧美大作，选 Xbox； 想玩点简单轻松合家欢，或者是只是单纯的想试一下天下第一的塞尔达 ，Switch 那肯定当仁不让啦。如果确实没有一定的目标，那么购买 XSS 加上 XGPU 丰富的游戏库是试错成本比较低的选择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在我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